有荤有素，香味儿，刺激的食欲。展现黑椒炒面，面好了，你看这面条，小魏，提前蒸的啊，就是切面，拌点油啊，虾仁然后儿这虾仁腌一下吧。来，姜货的东西啊，必须得用这个斩一斩啊，让它把水汽斩干了。你看这是多少水啊？要不然腌的时候就脱糊了。是不是？这个行了吧？行了，胡椒粉是不是？多点少点问题不大。盐，海鲜东西啊，淡一些，黄酒啊，来一点。香油呢，它有效的能够去除腥味，别多了，少一点，点到为止。这时候呢，咱们搁什么？蛋清上来，半个蛋清就足够了。这是对啊，为什么不搁蛋黄？小魏，这个青儿呢起嫩，蛋黄呢起酥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虾呢，你看啊，这么腌就腌独了味儿了。先不加粉子，抓起来之后，它就粘了，它就整个就包裹上面了。对，要不然它容易泄。黏糊了咱再起粉子，你看，粉子锁住水分，然后再这么着给它煎上，它只能抓，让它把劲儿抓上。哎，你看，小魏，你看，这很黏啊。最后封下油，好，煎完了，开始咱们弄火了啊。胡萝卜、青红椒、香菇、韭黄、洋葱、大虾、银芽，豪华版的炒面，点火，那热锅凉油，锅凉油是吧？再温温它，是吧？你看这时候呢，再弄点凉的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不用动的。对，好，行了，咱们先炒料吧。行，洋葱、绿光啊，胡萝卜，是吧？这点香菇，这些料呢，提前入味儿，搁点这个银芽，可以搁银芽。行，面条搁几个？都搁上吗？都搁，是不是？黑胡椒，黑胡椒就吃了黑胡椒的香味儿。这个菜名就叫黑椒海鲜炒面，黑椒海鲜炒面，这香味儿出来了，够了吧？好，蚝油，好，够了，胡椒粉，酱油，酱油，好，够了，这味儿足够了啊。来一点点了，师傅，来吧，一点就够了啊。一点点，拿筷子，来了，哎，这筷子，虾，香味儿，下来了，有啊，行，美极，这点就够，这是关键，每斤都有点，太香啊，香啊，师傅啊，干香味儿出来了，这炒面，绝了这个，这炒面干干净净，好，清清爽爽。黑椒的味儿，真香。小魏，这给你，来，你尝尝，我来照。小魏，评价，不好就是不好。海鲜两面，面的干香，而且你看虾，这种干香气，完全突出出来了。干香，黑椒，这黑椒味儿怎么样？黑椒味儿好，浓吧？你看这个菜好在哪儿啊？其实咱们下了黑椒，但是黑椒这个辣度不够，咱用的胡椒粉用补充黑椒的辣味儿，但是又不夺黑椒的味儿，是吧？巧就巧在这儿。师傅不是捧您，确实好，太可惜了。哎呦我天哪，我也挺好玩。说到这儿啊，我就特别感慨，因为我这阵学徒的时候啊，干这个厨师以后呢，我帮了很多人。当我自己办婚宴的时候，请了我们一个同事啊，忽然间他有一个意外的一个因素，就说他不能再帮我办婚宴了。这个时候我再找别人帮忙，别人都定出去了，我的婚宴就等于没人管了。这事儿让我特别着急。但是我这人呢，应该说我从小经历的还是挺多的事儿，我比较也沉稳。我母亲呢也为我这事儿挺着急，我说你不用着急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过不去的。因为我10几岁我就可以出走跑外，我跑的地儿也挺多的。我妈说这个婚宴要怎么办呀？我说我来呀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们当时上夜班的一个同事，我说你呢下夜班到我家帮我炒个菜，有10桌饭。就是前期呢要做很多准备，冷菜啊、热菜啊，说这些活谁来管啊？我说我来干。所以我那天吧
说心里话，虽然有幸福感啊，但是也有我不快乐的地方。我从头天的早晨上班，到晚上我最晚的一班车回到兰口，到家以后9点半了，屋里边有好多朋友都在等着我，然后我把他们明天要帮我干什么活，我都编排好，然后在我们的院子里边搭了一个大棚，我就自己夜里头啊，从晚上将近10点半，把所有的菜都放在这大棚里头，我从一刀一刀的切，一个菜一个菜的来洗，一个菜来制作，整一直干完了，把这个凉菜6个凉菜8个热菜，我都加工了半成品，等我再出这个棚子的时候，你猜几点了？早上6点。早上5点40，外边呢这时候刮起了一个7级大风，我一看不行，这要在这里边有危险，我就跟我们一个旁边的一个刘大爷，跟他们家商量，我说您的房子能不能借我使1天？确实，这个刘大爷和刘大妈毅然决然的同意了。哎呦，我特别感激他们，当时我差点眼泪都快出来。然后从棚子里边把这菜端到他们家，用咱们过去那小的煤气灶一桌一桌的开了是5回，依次开2桌。从上午10点钟开始开桌，一直开到晚上6点了。那个就是婚礼前您准备这些压力什么的，我都自己准备的。那大妈知道吗？当时她不知道，因为在北京嘛。这个婚事的在我妈妈就您一直也没跟她说，就是自己没有这些辛苦没说啊。我一看我出来以后，我跟土人似的。头天我还特别高兴，到饭店，洗澡，理发，换衣服。等第二天我干完这一宿这个饭菜的时候，第二天我一照镜子，我完全真的又累又疲倦，又困，再加上我再看我这个形象啊，感觉就变了，不像个新娘子、新郎子啊。洗完了以后，我就开始到车站去接我的同事，他的8点多一点到我家以后，我把所有的饭菜，什么菜都给交代完了以后，我说我不管了，我全拜托你了，他一直干了8桌饭以后，他该走了，他晚上得上夜班呢，晚上还有2桌饭，谁来做？我呢就跟我妹，就配合，我就在我们家那小厨房，我是一边呢招待客人，一边做饭，做饭呢我还得悄悄的，然后我妹给我看着水锅，看着油锅，油锅热了我赶快进去噼啪炒俩，水锅热了赶紧去烫个菜，然后一炒，谁也闹不清楚这2桌饭谁做的。大妈也不知道吗？当时他这个才知道，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到我们家了，都忙活完了，收拾完了，已经晚上11点了，该休息了啊。人家结婚呢，该入洞房了，我入不了这洞房了。我这两条腿往床上一放，我都不知道这2个腿是我自己的，就很沉重，然后呢，我跟大妈就说，我说今天虽然是新婚的夜晚但是我今天确实照顾不了你，我说我已经累了2个白天，一个夜晚36个小时，我没合眼，是吧？所以大妈呢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